女网红在生日当天惨死家中，可发现她的男人非但没报警，反而像是做贼心虚一般，直接逃离了案发现场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天晚上男人不仅去而复返，甚至还带来了2名看房客户。而他之所以费尽心思引导别人发现命案，其实是为了隐瞒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1周前，网红素媛来到中介公司，委托男主卖掉自己的房产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接待自己的店员竟是个十足的变态。每当从客户手里拿到门禁，正太就会偷偷溜进对方家里，肆无忌惮地窥探别人的隐私。虽然每次都戴着手套，但难免会留下些许痕迹，这也是他明明发现了死者，却不敢报警的主要原因。此刻有了进入房间的合理动机，只需等屋内传来尖叫，他就立马冲进去报警。这样，即便之前留下过什么痕迹，警方应该也不会怀疑自己。看着空空如也的沙发，正太整个人都傻掉了。他找遍了每个角落，却始终不见素媛的身影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自己的幻觉吗？正太一时间陷入了无尽的困惑当中。随后的日子里，他每天都要搜索与谋杀相关的各种新闻，结果却始终没有任何收获。他本想将这件事永远埋在心底，怎料一封致命的信件却彻底浇灭了他的侥幸心理。왜요？뭔데요？信封里不仅放着自己入室偷窥的证据，甚至还有一张头发的照片特写。正太立马联想到，这根头发很有可能属于自己。就在他六神无主之际，一通电话瞬间将他拉回了现实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正太火速赶到了殡仪馆，因为他刚刚得到消息，存放母亲的小隔间不知被哪个杂碎打破了。好在骨灰盒完好无损，工作人员的认错态度也十分诚恳，正太这才打消了追究到底的念头。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再次发生了意外。幸好正太反应及时，这才捡回一条小命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当他拉开对方的车门，竟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正太随即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调取了当时的监控，但由于画质原因，根本无法看清嫌疑人的长相，因此这场事故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。直到入夜时分，正太才匆匆赶回店里，怎料刚一进门，竟发现屋里坐着2个陌生人。女人介绍说自己是负责素媛失踪案的刑警，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有用的信息。正太闻言心中一紧，虽然他不是凶手，但入室偷窥同样也会坐牢，因此他故意隐瞒了自己看到的一切，只把带客户看房的事情讲了出来。询问结束后，女警阿花要走了素媛家的门禁，而这个举动也让正太瞬间将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为了确定警方有没有找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，正太偷偷爬到素媛家对面的楼顶，紧张地观察着2人的一举一动。怎料怕什么就来什么，细心的阿花竟在沙发底下发现了一丝干涸的血迹。看着楼下越来越多的警车，正太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。虽然不清楚对方找到了什么，但他明白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为了避免替凶手背锅，他决定亲手把对方给揪出来。由于素媛生前是个网红，所以正太打算先从他的社交账号入手。果然在翻看评论区的过程中，被他找到了一个怀疑对象。茶姐可以算是素媛的头号黑粉，对方每发一条动态，他就回复一条最恶毒的评论。可在抹黑素媛的同时，却又因为嫉妒不断的模仿对方，因此正太判断这个女人拥有充分的作案动机。通过分析茶姐视频中出现的广告牌，正太很快就锁定了对方的住址。他以购买2手商品为由，将茶姐骗到车站见面。等对方出门之后，又立马溜进他的房间。经过一番搜索，正太在桌子下找到一个盒子，而里面放着的信封竟跟自己之前收到的一模一样。那么答案已经呼之欲出，茶姐就是杀害素媛的真凶。但就在此时，正太忽然发现盒子里还有东西，他拿起来一看，顿时推翻了刚刚得出的结论。这是一份打印出来的评论区留言，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此人对素媛有着极强的占有欲。正太连忙搜索出对方的账号，竟发现男人是素媛的狂热粉，除了经常在评论区发布露骨的留言，甚至还多次威胁对方，如果敢跟异性接触就要将他活活砍死。所以真相已经很明显了，西瓜头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正太急忙离开了茶姐的住处。此刻他只有一件事情没想通，那就是对方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一盒红色信封？难道说茶姐和西瓜头是一伙的吗？就在正太满心疑惑的时候，他却忽然发现自己的鞋子好像被人动过。男人立马意识到家里肯定是遭了贼，于是连忙抄起一根棒球棍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客厅。他想要开灯，却发现开关毫无反应。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。누구세요？令人奇怪的是，门外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一张红色信封孤零零地躺在地上。正太本以为只要不出门就没有危险，殊不知这其实是歹徒为他设下的陷阱。
生死关头，正太爆发出巨大的潜能，他一把推开歹徒，转身就要向楼上逃去，可还没跑几步，又被另一名歹徒直接拖了下来。慌乱中，他碰巧拽掉了对方的头盔，没想到袭击自己的竟是那个杀害素媛的西瓜头。从家里逃出来之后，正太立马赶到警局报案，而女警阿花也在第一时间跟着他回到家中。然而两人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们竟在客厅里看到了嫌犯西瓜头的尸体。阿花见状连忙呼叫支援，但正太却在震惊过后，意外发现了一旁的红色信封。他知道里面的东西肯定对自己不利，就想趁阿花不注意，偷偷将其藏起来。可眼看就要得手，却被对方一把拦了下来。在正太忐忑的注视下，信封被阿花一点点拔了出来。怎料拆开之后，他对男人的态度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因为信封里不仅放着正太和西瓜头的合影，甚至还有他偷偷溜进素媛家的证据。此情此景，正太真的是百口莫辩。他知道自己一旦进了局子，铁定会被安上杀人犯的罪名，于是他拼命甩开女警，而阿花也在撞击中晕死过去。摆脱掉对方之后，正太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店里。由于自己的车肯定会被通缉，所以他拿走了客户家的门禁，熟练的找到对方的车钥匙，随后便开启了自己的逃亡生涯。现在想要自证清白，那就必须在被警方抓住之前，将2起案件彻底查清。而刚刚去世的西瓜头，就是揭开真相的关键。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，正太很快就找到了对方的住处。他仔细的翻找每个角落，竟真的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而上面写着的内容，赫然是母亲的骨灰存放处。于是他连夜赶到殡仪馆，强行带走了自己的老娘。打开骨灰盒，正太发现了一把匕首，不用猜也知道，这一定是杀死素媛的凶器。但这还没完，坛子里还放着一个红色信封，里面记载着一个只有正太知道的仓库地址，而那里藏着的东西，全都是他去客户家偷窥时顺手带走的各种纪念品。正太实在是想不通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恩怨，竟能让对方如此针对自己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他在处理完凶器后，立马闯进了茶姐家里。他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杀人，又为什么要栽赃自己。见女人态度蛮横，有恃无恐，更是直接掐住他的脖子，想要逼他说出真相。怎料茶姐给出的答案，竟再次推翻了正太的猜想。原来西瓜头最开始是茶姐的狂热粉，女人为了摆脱纠缠，好不容易才利用素媛转移了他的注意，因此他绝不可能跟西瓜头合伙杀人。至于素媛的死，那就更不可能是他干的，因为两人之间的矛盾不过是提前设计好的剧本罢了。茶姐还指着帮素媛搞流量养活自己呢，又怎么可能杀了他呢？正太从没想过网红的世界竟然会如此肮脏。可即便茶姐说的都是真的，那盒子里的信封又该怎么解释？ 소라 건데? 뭐라고? 소라가 나한테 돈 줄 때 걷다 넣어서 주는 건데. 听到这里，正太突然嗅到一股阴谋的气息。与此同时，从昏迷中醒来的阿花刚刚赶回警局，可还没走进大门，就被一个陌生女人拦了下来。对方告诉阿花，自己是素媛的亲姐姐，但她来的目的却是为了提醒警方，千万不要被素媛骗了，因为那个疯子为了钱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上学的时候，他就把智障的弟弟卖给过人贩子，为此父亲大发雷霆，直接将他扫地出门。踏入社会之后，他仍然死性不改，不仅做着卖肉的工作，甚至还借高利贷整容，导致天天有人上门催债，家人没有办法，只好躲到外地，并跟他彻底斩断了联系。但姐姐不知道的是，其实素媛在外面过得也不如意。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她从未得到过一点尊重，每次受了委屈，也只能独自跑到海边默默流泪。直到某天刷到一条新闻，她看到一个动物救援组织竟在一夜之间收到上亿捐款。这一刻，素媛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从此以后，她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热爱生活、热心公益又充满同情心的邻家女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，果然获得了不菲的收益。然而想要保持热度，光靠骗显然不够，于是她找到茶姐，让对方不断的攻击自己，从而维持着居高不下的人气。原本生活正朝着素媛想要的方向稳步发展，然而正太的出现却彻底摧毁了这一切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素媛的身边多了一个悄悄跟着她的变态。刚开始，她还对此一无所知，直到某天素媛生生掰断了流浪猫的脚掌，并借此博取了观众的同情和捐赠后，她竟在自己的视频中发现了一个举止古怪的男人。随后的日子里，不论她走到哪里，这个男人总是如影随形。素媛这才意识到，对方一直都在跟踪自己。这个发现顿时令她寒毛倒竖，因为她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由于不清楚正太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自己，素媛被迫做出一个决定，这个男人必须得死。为了完美的达成目的，她开始反向跟踪正太。
从对方的生活习惯，再到家里的入户密码，甚至连秘密仓库的位置，他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等到所有信息搜集完毕，他又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正太面前。可男人哪里猜得到，自己早已落入了对方的圈套。为了能让计划顺利进行，素媛主动找到了西瓜头，只用了几句花言巧语，对方就彻底沦为了他的舔狗。接下来，一场针对正太的阴谋便正式拉开了序幕。素媛先用鲜血伪造出一个凶案现场，随后赶在男人溜进门前，装出一副遇害的模样。他知道对方为了隐瞒偷窥狂的身份，一定不会选择当场报警。而事情的发展果然跟他猜的一样，等到正太走后，素媛立马伪造出各种对他不利的证据，最后又将犯罪现场清理干净，为警方留下一处较为明显的线索。至于剩下的步骤，则全由新晋舔狗西瓜头来执行。骨灰盒里的匕首是他放的，车祸自然也是他干的。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素媛还特意 P 了一张正太和舔狗的合影。他本以为照片应该是用不上，没想到西瓜头这个蠢货竟然在最后关头掉了链子。女人没有办法，只好将为正太准备的自杀套装用在了西瓜头身上。사랑하지, 너무 사랑하지, 사랑한다. 2小时后，警局接到一通举报电话，对方发现了嫌犯正太的藏身之处，于是2名警员立即赶了过去。而另一边，阿花根据素媛姐姐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女人曾经的室友。她本打算了解一下素媛有没有走得近的朋友，怎料竟从对方口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。原来素媛唯一的朋友，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失踪了。当时素媛作为嫌疑对象，被警方调查了很久很久。阿花闻言一怔，他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，素媛的失踪恐怕没有表面那么简单。与此同时，正太根据信封里的指引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秘密仓库。没想到刚一进门，立马就遭到了偷袭。正太刚要解释，屋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响动。素媛知道一定是警察来了，于是立马大声的求救。男人见状顿时傻眼了，他想要逃走，却被素媛死死抓住，挣脱不开。而这一幕也恰好落在了警察眼里。此刻就算正太长了100张嘴，也根本说不清楚。面对手枪带来的压力，他根本不敢做出过激的举动，当场被1名警员扣在了墙上。但看着素媛露出胜利者的姿态，他又突然意识到反抗可能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。于是他抓住机会猛地挣开束缚，随后撒腿就跑。幸好门锁装在外侧，正太这才侥幸逃出升天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网络上充斥着对正太的口诛笔伐，而素媛则是在直播间狂飙演技，杜撰出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。正太知道自己一旦被抓，那就彻底玩完了，因此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，他用写信的方式将整件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阿花。虽然不知道这个选择正确与否，但也许这就是他唯一的机会。很快，正太就在西瓜头家里等来了阿花。经过一番交流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最终达成了一项秘密约定。1周后，素媛在阿花的陪同下回到住处，但就在女警四处检查的时候，她却突然发现了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红色信封，她连忙将其藏了起来。随后在目送阿花离开后，立马查看其里面的内容，白纸正面画着她假死时的样子，而背面则是威胁她想要照片就来西瓜头家里拿。素媛明知对方一定是正太，但她却没有选择报警，而是带上一包道具，直接从警方眼皮子底下溜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她就赶到了约定地点，而她也果然在这里见到了正太。经过一轮激烈的语言交锋，素媛基本可以断定对方手里根本没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，因此她便再也没了顾虑。当正太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五花大绑捆了起来，而素媛此刻也替他布置好了自杀现场，甚至还帮他搞了份遗书。正太说自己不想死的不明不白，他只想知道西瓜头是不是素媛杀的，怎料女人却露出一副看傻子一样的表情。随后他径直走到墙边，从空调里取出一个微型摄像头，直接踩了个粉碎。正太眼见自己的计划被人识破，无奈之下只好交出最后一张底牌。 내가 너 언제부터 나가렸을 것 같아? 너 이종학 처음 아니지? 도안산 나무 아래 밑 붕터 이 누구였더라? 조혜란. 听到名字的瞬间，素媛终于破防了。她曾以为慧兰是自己最要好的姐妹，怎料对方在得知她那不可告人的工作经历后，竟立马变了一副嘴脸。慧兰威胁素媛给她2000万，不然就将她做过公主的事情曝光出去。可素媛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又怎么可能看着对方毁了自己？于是她抄起一块石头，猛地砸向慧兰，同时也将长久以来无处宣泄的愤恨全部发泄在了对方身上。素媛让正太帮她守住这个秘密，却从男人口中听到了疯子、杀人犯的字眼。可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啊，为什么没有人理解呢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。
生死关头，幸好阿花及时出现，这才让正太捡回一条小命。素媛原本还想解释一下，没想到警察早已在门外将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直到此刻，素媛才意识到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，随即便将怒火倾泻在正太身上。 다 너 때문이야.根据素媛交代的口供，警方在树林里找到了失踪的慧兰，而同时被发现的还有20多具流浪猫的尸体。由于故意杀人情节严重，素媛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，正太则因为入室盗窃，只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。等到刑满释放，他第一时间找到了阿华，对他当年的信任表达了由衷的感激。然而女警却显得十分冷漠，似乎在刻意跟他保持距离。正太有些疑惑，不知道哪里冒犯了对方。他当然想不到了，因为阿华厌恶的其实是他的人品。 구정태 씨, 당신 피해자 아니에요. 구정태 씨 지금 벌 받을 거 다 받은 것 같아요. 당신이 당신 인생에 무슨 짓을 해놨는지. 有些事一旦做错了，就会被打上耻辱的烙印。纵然时间能将一切淡化，但那层若隐若现的痕迹，却可能永远也抹不掉。好电影百看不厌，我是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